给妈妈收拾遗物时，我在最里面摸到一部早已停产的手机，是我高3时候用的，我以为丢了，原来是我妈一直藏着。充电开机，未读信息密密麻麻，发件人只有一个，裴之眼。最后一条短信停在3年前，哲夏同学，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发消息了。我妈是临终前才告诉我当年为什么会拆散我和裴之眼。裴之眼的妈妈是我最恨的人，她抢走了我这辈子最爱的男人。裴之眼，太想他了。时隔多年，突然得知真相时，说很震惊是假的，说毫无波澜也是假的。或许是太过平静，以至于我妈都放下了执念，苦口婆心地劝我：如果你和裴之眼有缘再遇见，一定别再错过彼此。我知道你出走多年，全都是因为我。妈妈错了，妈妈会在天上祝福你们。我心里五味杂陈，道不清是委屈还是遗憾，漫无目的地翻阅着旧手机，手机桌面屏保还是我和裴之眼的合照，甚至每个软件图标都是我们当年一起选的情头。尘封的记忆一股脑袭上心头，心脏不由得收紧。失措间，不小心按到了1号快捷键，下一秒，通话页面跳出裴之眼的名字，我猛地回过神，立刻掐断了，只嘟了2秒，应该没拨通吧？我指尖微微发麻，心脏也砰砰直跳，我赶紧起身，把收拾出来的遗物装进箱子里。不料，一阵强烈震动响起，我的动作快过思考，立刻又打开纸箱去找那只旧手机，却发现旧手机没响。想的是我口袋里的那只，我哑然失笑了瞬，接通了电话，谁知又是一记晴天霹雳。你爸病情加重，紧急救治了，快过来！我忙不迭赶到医院，急诊抢救室外，红灯亮得刺眼，我的心不由得高高提起。这煎熬没忍多久，抢救室的门从里面推开，主刀医生带着一群白大褂走了出来。医生，我爸怎么样了？脱离，危险2字卡在喉咙，他摘下了口罩，露出一张熟悉又陌生的冷峻脸庞。褪去少年稚气的声音沉稳响在我耳边：患者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。我脚步像是被定在了地上，连呼吸都停滞了。抢救我爸的医生竟然是裴之眼，不同于我的不平静，裴之眼显得格外淡然。病人目前生命体征已经平稳，但需要进入 ICU 观察24小时，后续还要做进一步的检查，确定出血点和恢复情况。后续的注意事项会有护士给你详细说明。裴之眼的声音平稳，没有多余的情绪，他的一举一动真的都是医生犯了。曾经我们约定好一起就读医科大学，一起救死扶伤，可我却食言去学了摄影。他说完便从我身边擦肩离开，我没忍住开口，艰涩喊出了这个曾在心底喊了无数次的名字。裴之眼缓缓转过身，疏离的目光落在我身上。还有事吗？我张了张嘴，想说清楚我和他当年的误会，可目光落在他衣领上的淡淡唇印时，话都堵在了喉咙里。我垂下眼眸，摇了摇头，没什么事，就是谢谢你救了我爸。沉默把我们之间的气氛拉得很僵，直到裴之眼冷漠的开口：你刚给我打电话有事吗？我猛地抬头，他竟然收到了那通电话。我顿时鼓起了勇气，想说起当年，裴之眼却不悦地抢了先：以后没事不要再给我打电话，毕竟我们过去的关系很尴尬。尴尬？我讪讪笑了笑，扭紧手指，爽快地答应。裴之眼担心的事情其实不会发生。1周后，我就要带我爸移民去新西兰，那里空气好，适合我爸养病，也适合我重新开始。得到我肯定的答案，裴之眼侧身从我身边走过，像一阵风，只是短暂地拂过我的身体。我不再在原地停留，跟在我爸的病床后面，走向与他截然相反的方向。我妈的突然去世对我爸打击很大，术后清醒的第一件事便是问我要我妈年轻时候的照片。我心颤了好久，毋庸置疑，我爸很爱我妈，也很爱我。我和我妈闹别扭这么多年，都是他从中调和，哪怕他知道我妈有初恋至今忘不掉，他依旧对我妈始终如一。我俯身去安慰他，我叫小姨给你拿来。余下的话被床头上的资料牌卡住了。病人黎建国，主治医生裴之眼。我神色轻轻一顿，记忆闪回高3那年百日誓师大会。我要当无国界医生，救死扶伤。他说他要当无国界医生。滴滴滴，我爸的脉搏监测器发出警告声，我猛地回过神，边摁响急救按钮，边冲出病房。我看着裴之眼疾步而来，他表情严肃。怎么回事？我心慌的厉害。别慌，有我在。他拍了拍我肩膀，快步走向病房。陷在泥沼里的心脏好像被人拽了下，我正了顺，快步跟过去。裴之眼给我爸注射了一针镇静剂，他又沉沉睡了过去。我深深松了口气，跟裴之眼道谢。多谢。裴之眼仍是一我会每隔脸的冷。3小时来查房，别再在医院里大喊大叫，影响病人。说完，他很快就走。裴医生历来都这么高冷，你不要多想，别放在心上。我失笑了笑，轻嗯了声。裴医生啊，他所有温柔都给了他女朋友了。他医术高超，首都医院的人都来挖他，可他不想跟女朋友异地，愣是拒绝了。没想到吧？女朋友，护士的话像一颗石子，在我心里激起一层浅浅的涟漪。我跟着笑笑。他还挺深情的。所以3年前他在短信里说最后一条短信是因为恋爱了吗？我没再深想下去，这是意料之中人之常情的事。我给小姨去电。小姨，麻烦你把妈年轻时候的照片送来医院，
这次回来就别往外走了吧，你妈这一走把你爸的魂儿都带走了，没人守着，恐怕也难承受。移民的事我还没告诉任何人，小姨还在说着，我听得漫不经心。你也30岁了，不能投鼠忌器，初恋失败的人多了，也没见他们个个都不结婚。没说不结，也跟初恋无关，你不提我都不会想起。抹撒着手腕上凸起的疤痕，这些年我也没少谈，只是觉得差点意思，我很难被他们真正取悦。话未说完，身后响起裴之眼的冷嗤。有多难？我浑身一僵，下意识地转过身。裴之眼不知何时站在了病房门口，我有些尴尬地别了别头，避开他的目光。裴之眼冷着脸迈步走进病房，他将手中的药重重地放在床头柜上，发出咚的一声闷响。等你爸醒来后，给他吃这个药，一次1粒。我轻嗯了声，抬起头，对上他灰暗的眼神，想解释的话又往下咽。女孩子还是自爱一点，对自己对社会都有好处。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，墙上贴着一张妨碍宣传海报，板板茶是我们当地的方言，指那些见不得的交易。一股酸涩和委屈涌上心头，我轻审了声：“谢谢裴医生关心。”裴之眼脸色一沉，转身就要走。裴医生，你什么时候结婚？我随口问了句。裴之眼的脚步一顿，没有回头。与你无关。我知道，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有邀请同学的打算，结婚请柬就不用给我发了。倒也不用你特意提醒，你并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人。我抹撒着右手腕凸起的疤痕，沉默了2秒，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。你这么想，我就放心了。不然我会很困扰。裴之眼垂在身侧的指节骤然泛白，我收回目光，拉过旁边的凳子，在我爸的病床边坐下。我爸再要是有什么情况，我会按护士铃的。我俯身趴在我爸病床边，闭上眼睛，直到身后的脚步声渐渐变小，那扇病房门被轻轻带上，直到整个病房里只剩下我爸平稳的呼吸声，我才缓缓地睁开眼睛。我下意识地扯了扯袖子，将手腕上的那道疤痕遮住。在闭上眼睛时，眼泪无声地滑进被子里，浸湿了布料。我趴在病床边睡着了，做了一个久违的旧梦，一个和裴之眼有关的梦，一个我刻意遗忘了13年，不敢再想起的梦。梦里是6月盛夏，蝉鸣聒噪的让人有些心烦。高考出分后，我和裴之眼约定好明天一起去报志愿。我们在巷口分开，他走往东边，我走往西边。我照旧穿过那片待拆迁的无人区，直到背后传来不怀好意的声音打破了宁静。裴之眼断我们财路，他女朋友帮他还债也是应该的吧？我回头，是3个社会上的混混，他们收保护费时被裴之眼撞见，报了警。我拼了命的跑，可他们就像脚下无根的伥鬼，抓住我。我把指甲掐进了肉里，可怎么都没能把自己从那具不能动弹的躯体里拔出来。后来我穿上衣服回家了，再后来我放弃了当医学生的志愿，装傻的接受了我妈让我和裴之眼分开的决定，假装不知道他冒充我给裴之眼发了分手短信，也假装不知道是他藏起了我的手机。反正这辈子我再拿不起任何一把手术刀，因为只要我一握住刀，脑海里就会冒出一个疯狂的念头：捅死他们！我要捅进那些畜生的身体里，捅穿他们的心脏，让他们血债血偿。轰隆一声，我被雷声惊醒，耳边传来一道熟悉的男声，声音有些混沌。当年为什么要跟我提分手？睁开眼睛时，后背惊出了冷汗，黏腻的粘在衣服上。窗外暴雨倾盆，病房里只开了一盏床头灯，光线昏黄微弱，把人影拉得狭长又扭曲。我仰头望去，心脏一缩。裴之眼不知何时站在了病床边，整洁笔挺的白大褂皱了几处，清冷锐利的眉眼染上一层潮红，他眼神微微混沌，带着几分迷茫。我刚从噩梦中挣脱，心神未定，看着他这副模样，还有种不真实的错觉。裴医生，你怎么了？才没等我问完，他脚步虚浮往前迈了一步。李哲祥，回答我，你当年为什么要跟我提分手？我喉间发紧，心里五味杂陈。裴之眼却突然往前倾身，伸手攥住了我的手腕。他的掌心温度高得吓人，指尖大力收紧，刚好触碰到我手腕上那道凸起的疤痕。一阵刺痛传来，我浑身一颤，下意识想挣脱，却被他攥得更紧。裴之眼，你是不是发烧了？这时，病房门被推开，一道温柔的女声响起，打破了病房里窒息般的僵持。裴之眼，你是不是又偷偷吃芝士西柚了？要我说多少次，你吃芝士西柚会过敏，过敏药也解不了。芝士西柚，一种很小众的水果，也是我最喜欢的水果。从前我向裴之眼推荐过多次，他从来嗤之以鼻。刚刚还拉着我手不放的裴之眼看到走近的女人，瞬间松开，他身子一转，垂头埋进了他的颈窝。抱抱就好。女人伸手轻轻扶住他，一脸担忧，转头看向我的时候，眼里多了几分歉意。不好意思，他工作太忙又吃错东西过敏了，意识不清楚，打扰你们了。他没做什么出格的事情吧？我顿了顿，看着他那黏腻的模样，曾经裴之眼受委屈了，也会这样埋在我的颈窝跟我说抱抱我就好。想到这里，我摇摇头，没有，赶紧扶他回去吃药休息吧。女人扶过裴之眼，干嘛总是这么拼命工作？知不知道家里还有人等着你回家？
担心死我了。裴之眼的声音带着重重的鼻音，我也很想你。我沉默了几秒，转头看向我爸心率监测器里早已稳定的心率，我轻轻扯了抹嘴角，看到他拥有了幸福，我应该替他开心。我爸病情在好转，我也应该开心。豆大的雨砸了一夜窗户玻璃。第二天，眼底泛起了乌青，我爸已经苏醒，意识和情绪都比之前好了很多。他望向我的眼里满含愧疚。爸爸又麻烦你了。我忍住眼里的酸涩。爸，等出院了，我们去新西兰好不好？我爸愣了下。可我舍不得你妈，我们走了，她一个人孤零零的待在这里，会害怕的。你总是什么都想到她，也要为自己考虑啊。空气滞了瞬，沉默半晌，我爸转头看我，那你呢？目光温和，直刺我心底。这些年放下那个叫裴之眼的男孩子了吗？我一噎，想说放下了，却怎么都说不出口。我轻轻地别过头。从决定不考医科大学的时候，我就放下了。良久，我爸妥协似的开口：“我跟你去，但我每年都要回来看望你妈。”我松了口气。好。病房里氛围有点奇怪，我拿起热水壶起了身。我去给你打热水，等下吃药。刚走出病房，就听到一阵热闹的笑声，循声望去，是裴之眼的女朋友在发结婚请柬，她满脸掩不住的幸福。本来我想着她工作忙，婚礼从简就好，可裴医生说婚礼一生只有一次，她非要热热闹闹的办，我根本拗不过。裴医生对你真好，太浪漫了吧！蜜月他还要带我去大理的蝴蝶泉。我收回目光，快步穿过走廊，进了热水房，拧开水龙头，滚烫的热水哗哗流进壶里，白雾升腾，模糊了我的视线。大理是我旅拍的第一站，我去了蝴蝶泉，在蝴蝶泉的爱情所那里，鬼使神差挂上了自己和裴之眼。那个时候我想着，这辈子不能在一起，那就下辈子吧。手背突然传来一阵灼痛，我猛地回过神，热水早已灌满，从壶口溢出来，滚烫的水珠溅在我的手背上，瞬间泛红一片。我疼得抽泣，下意识缩回手，手腕却突然被一只温热有力的大手攥住，猛地往洗手池一拉。他拧开冷水，不由分说地把我的手按在水流下。我惊愕地抬头望去，拉我的人是裴之眼，冰凉的触感瞬间压住了灼痛，也让我混沌的脑子清醒了几分。男人垂着眼，长睫在眼下投出一片淡淡的阴影。我慌忙抽回自己的手，往后退了半步。谢谢裴医生。裴之眼薄唇轻启，不用。我愣了下，转移了话题。对了，昨天你过敏，现在好些了吗？话音落下，瞬间静了下来，水流声显得格外清晰。裴之眼抬眸看向我，漆黑的眸子里翻涌着复杂的情绪。良久，管好你自己就行，别又烫伤我，还要医院负责。我一噎，忽略掉了他语气的恶意。裴之眼，我不是这种人。走廊外传来轻柔的呼唤声，你在里面吗？裴之眼的身子微不可察地顿了顿，看向门口的目光软了几分，和刚刚判若两人。我听见他说：“记得上药。”随后他直接离开了。我站在原地，等脚步声走远后，拎着热水瓶走了出去。手背的烫伤上了药，直到傍晚才堪堪不疼。小姨来送饭，推开了病房门，背后还跟了个男生。没想到小姨这回真的动真格了，真带人过来了，还是我认识的人。这下之前介绍的你都看不上，现在同班同学总归能瞧得上吧？来人是我高中同班同学何晨风，比我小1岁，却年少有为，开了家科技公司，登上过财经新闻。我有些尴尬地看着小姨。小姨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何晨风坐在我对面，谦逊一笑。好久不见，李哲夏。我顿了顿，拒绝的话到了嘴边，又咽了下去。到底是老同学，于是打算先把小姨应付过去，再婉拒。病房门在我跟何晨风互加微信时被推开，裴之眼进来查房了。裴之眼没看我，也没看何晨风。等到他给我爸做完检查后要走时，何晨风叫住了他。裴之眼，你小子有点不够意思哈，老同学这么久不见你不打个招呼，还装不认识，亏我从前还老帮你打热水，食堂占位置。何晨风这么一说，也让我想起来了，他跟裴之眼还是同寝室友。尴尬在无言的沉默中下坠。裴之眼回身，脸上也有些尬意。他看向何晨风问：“你怎么在这里？”何晨风看了一眼我，意味深长道：“跟黎哲夏相亲。”裴之眼淡淡嗯了一声，回头聊，我先去查房。说完，他转头就离开了病房。何晨风突然唏嘘了一声：“裴之眼真的变了好多。高三那场车祸不仅改变了他的命运，连个性都改变了。”我大脑一白，诧异又茫然。什么车祸？何晨风眼底闪过一抹惊讶。你居然不知道，他是为你出的车祸啊！为我？就是咱们高考填志愿那天，他说去接你，结果路上出了场很严重的车祸，差点没救回来。我僵在原地，耳边嗡嗡作响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因为手机让我妈藏起来了。愧疚、心疼、遗憾，种种情绪交织着顶上鼻尖，发酸发疼。我失笑一声，都过去了。我拼命地强装镇定，可脑海里就是止不住地冒出裴之眼车祸的惨烈画面。在我出事差点死了的第二天，
他也差点死了。我勉强撤起嘴角，冲愕然的何晨风扯起嘴角。都过去了，不是吗？架不住我小姨的软炮硬磨，我和何晨风加了微信好友。我在微信上跟他坦白，我很快将移民国外，恳请他先暂时向我小姨保密。我爸又睡过去了，我坐在病床边，思绪还没回神，脑海里全是何晨风说的车祸。我甚至不敢去想象那个画面。我知道我和他之间早就不可能了，我配不上他，但到底是愧疚在我的心中升起。我起身朝着裴之眼的办公室去。裴之眼办公室没有人，我站在原地徘徊不定。此时此刻，我就是想再见见裴之眼，哪怕只一眼，确认他好好的。路过的护士长瞧见我，便热心解释：李建国家属找裴医生有事吗？裴医生请假了，他去彩排婚礼了，毕竟他就要结婚了。我怔了怔，我心里谢谢刚刚鼓起的那点勇气，瞬间烟消云散。我逃也似的离开了裴之眼的办公室。他有了自己的幸福，我所有的愧疚和牵挂，对他只会是多余的打扰。接下来的几天，裴之眼不在，查房的是另外一个医生。我全身心都放在照顾我爸身上，他也恢复得很好，脸上也渐渐有了笑意。看着他好转，我心底的焦躁也稍稍平复了一些。我爸快出院那天，我提前办理好了所有的出院手续，收拾好东西。前几天心底那翻涌的愧疚也渐渐平复下来。我想通了，好的前任，最好的祝福就是老死不相往来。他有他的新婚燕尔，我有我和父亲的往后余生，互不打扰，便是最好的结局。刚准备带着我爸出病房的时候，门突然间被推开，四目对视瞬间，我一愣，是裴之眼。他穿着整洁的白大褂，神色冷峻。听说你找我有事？我愣了一下，随即反应过来，大概是护士长说的。我压下心没什么里的波澜事，就是想询问一下我爸的病情，不过我已经从其他医生那里得到答案了。裴之眼淡淡嗯了一声，没有再多问，转身就要走。看着他挺拔又疏离的背影，我终究还是没忍住，追出去叫住了他。他脚步一顿，没有回头，又淡淡的嗯了一声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咬牙开口：祝你新婚快乐，往后平安顺利。良久，才传来他清冷的声音：谢谢。说完，他便不再停留，径直离开。我目送着他的背影彻底消失在走廊尽头，眼眶终于忍不住泛红，眼泪无声的滑落。裴之眼，这是我最后一次看你的背影，这辈子最后一次。我带着我爸办理完出院手续，就直接回家了。等收拾完要带走的东西，去新西兰的航班在今晚10点。我爸去墓园看望我妈，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，心情有些躁郁。最终我决定在离开前出门走走，在最后看看这座城市。我漫无目的走着，最后发现自己竟然走到了高中母校。学校变化很大，比我们当年上学时热闹了许多，门口的梧桐树依旧枝繁叶茂。恍惚间，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那个穿着校服、眉眼清澈的少年，坐在靠窗的位置，偷偷捉弄我的模样。我怕触景生情，转身要走，却瞥到了校门口墙壁上优秀校友的照片和介绍，我控制不住的被吸引了过去，目光瞬间被一张照片吸引。裴之眼毕业于首都最顶尖的医科大学，就读期间多次随团国际援助，以他的能力留在首都，前途不可限量。可他却选择了回到这座小城，在我们市医院当一名普通的外科主治医师。这段文字看得我心情复杂，他放弃了那么好的前途，留在这里是因为他的女朋友，他真的很爱她，爱到愿意为她放弃梦想，放弃更广阔的天地。我垂着头，视线落在照片下方的座右铭上，等一只回南方的候鸟。南方的候鸟是我的微信昵称。我的心像是狠狠攥住，疼得我几乎喘不过气，直到手机铃声响起，才猛地回过神来，是我朋友打来的，他在那头格外着急。这下我店里进贼了，现在人在派出所，你能不能帮我去救个场？客户想在教堂补拍几张婚纱照。我擦了擦眼泪，安慰他别急，要了地址便回家拿设备。我按照朋友的指示找到了教堂，两位正在等待的新人身穿洁白，背对着我，双手合十祈祷着。我是来帮你们拍照的摄影师。新人转身的那一刻，我僵在了原地，竟是裴之眼。他眉头微蹙，张了张嘴，却被他女朋友给抢先了。好巧，李小姐，没想到会是你来见证我们的幸福。我轻轻一开眼神，我把镜头频频对准了李新娘。老师，你别光拍我，也多给我老公拍几张，他在我眼里可帅了。我应了声，举着相机慢慢移动角度，镜头扫过裴之眼的脸，心脏像闷得发疼。这时，裴之眼的手机突然响了，他接过电话后，脸色一变，跟他女朋友耳语了句：急诊来了个特殊病人，我必须赶回医院驻守。那你快去，路上小心。他迈开长腿，像风一样掠过我身旁，很快消失在场地入口。他女友看向我，当医生的就是一脸无奈。忙。那我帮你多拍几张单人照吧。他没有立刻回答我，脸上的笑意渐渐褪去。李小姐，我知道你和之言以前认识，还有过一段很深的过往。我握着相机的手微微一紧，我在他的日记本看到过你的名字。他顿了顿，往前走之近一步。言这几年过得不容易，我陪着他熬过了最难的日子，我不能失去他，也很需要他，所以麻烦你离他远一点，从此不要再出现在他的生活中，不要打扰我们的幸福。我看着他，心底一片酸涩，却又异常平静。我掏出手机给他看了航班信息。我今晚10点的飞机，移民新西兰。这次如果不是我爸入院，我这辈子都没想过会跟他再见面。他女友眉心一松，明显松弛了下来。那我祝你一路顺风，早日找到所爱。会的，我会带着我爸离开，从此与这座城市与裴之言彻底断了所有联系。至于那些迟来的相遇和未说出口的真相，就让它永远尘封在心底吧。
市人民医院，裴之言以最快的速度换回白大褂，直奔急诊手术室。手术台上躺着一个特殊的病人，看清来人，他猛地挣扎起来。我不让他救，我绝对不让他救！裴之言眉头紧锁，冷静地问身旁的护士：“病人什么情况？”临床中拒绝治疗的患者他见得多了，只当是对方情绪激动。护士刚要开口，裴之言，你别在这里装蒜，你怎么可能不认识我？你是？裴之眼抬眼重新看向他。别装了，我不会给你机会让你替林哲夏来报仇的。裴之眼的心脏猛地一沉，这关林哲夏什么事？装，你继续装。要不是你当年充好人报警举报我们收保护费，试考出分那天，我怎么会叫上人一起？我怎么会一辈子没有自由了？裴之眼周身的气息骤变，方才还带着职业冷静的脸，此刻呼吸骤然粗重，猛地俯身，一把攥住他的衣领。告诉我，你在胡说八道！男人被他攥得喘不过气，脸色涨得发紫，艰难地转动脖颈。你想听什么？那我再说一遍。我们听着他一直叫你的名字，把嗓子都叫破了。这些话像一把重锤，狠狠砸在裴之眼的太阳穴上，砸得他大脑一片空白，胸腔里翻涌着愤怒与心疼，几乎要将他的理智撕裂。说懵了。我告诉你，他那天一直喊着你没错，我狠狠地扇他巴掌，他叫得可惨了。护士被这一幕弄懵了，但很快反应过来。裴医生，这是急诊室，手术马上就要开始，有事等手术结束再说好吗？你冷静点啊！裴之眼一顿，他强迫自己松开手，手控制不住的发抖。准备手术。他艰难地转身，可脑海里不停地闪过混混的话，他的情绪就在边缘线，仿佛下一秒就会爆炸开来。我不要他救，你们听不见吗？他恨我，我不要他碰我。混混的声音很大，声穿透力极强，很快惊动了赶来的院长。院长看着裴之眼苍白的脸色，裴医生，你先休息，这台手术换其他医生来做。裴之眼没有反驳，也没有回头，他踉跄着迈出手术室，脚步虚浮的像是踩在棉花上。走廊里的灯光惨白刺眼，映得他孤绝的身影愈发单薄。他不敢去回想混混的话，更不敢去想13年前那个盛夏，蛇夏到底经历了怎样暗无天日的绝望。他清清楚楚地记得高考出分那天，他送他到巷口，约定好第二天一早就一起去填志愿，说好要一起去首都的医科大学，一起救死扶伤。他自己应该把他送回家门口的，就只是几步的距离，就因为家里临时有事，他先一步离开。无尽的悔恨与自责瞬间将裴之眼淹没，他3步一踉跄，狂奔冲出医院，朝着婚礼拍摄赶去。可当他冲进场地时，早已人去楼空。他上前一步，喂，你有没有看见来给我们拍婚纱照的摄影师？工作人员愣了愣，看见了。你走后没2分钟，他就收拾东西走了。裴之眼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。这时，林薇薇，裴之眼的未婚妻出现在他面前。他说不会再回来了，他让我转告你，不要去找他。窗外的冷风顺着敞开的教堂大门灌进来，带来阵阵战栗。裴之眼心上仿佛被生生挖去了一个大洞，空落落的，疼得他几乎无法呼吸。他沉默地转过身，他又走了，和13年前一样，悄无声息，不给任何解释的机会。之言，你们已经是过去式了，他要开始新的生活，你也该放下了。我们都要面对现实。裴之眼的双眸颤抖，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，许久才终于挤出一句话：我只是生气，生气他当年的不告而别。可我不知道他是受了那么大的委屈，他是被逼的。他没有继续说下去，剩下的话都被咽进了喉咙里，化作无尽的悔恨。他讨厌自己，当年如果不发生车祸，一定会发现这件事，更不会错过那么久。车祸醒来后，他也不应该因为一时之气，气自己出了车祸，他都不肯来看自己一眼。他明明不是这种人，自己明明是最了解他的那个人。林薇薇沉默了几秒，好不容易等到他回来，可你却选择疏远，甚至是让我配合你去刺激他，就应该会料到会是现在这个结局。裴之言，你要为你的决定买单。裴之言猛地抬头看向他，能告诉我他去哪里？林薇薇别过头，声音里带着几分决绝。裴之言，你辜负了他，现在也要辜负我吗？裴之眼一噎，他张了张嘴，我知道你心里从来都没有我，我心甘情愿配合你，我认了。可我不是善人，我做不到把自己喜欢的人拱手让人。话落，林薇薇不再看他，转身快步离开了教堂，只留下裴之眼一个人孤零零地站着。对不起。他喃喃自语着，声音里满是绝望与悔恨。直到医院打来电话催他回去，裴之眼才回神。他翻到了离蛇夏爸爸住院时留下的电话号码，打过去，电话那头却只传来冰冷的提示音：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，请查证后再拨。心口像是堵了一团厚厚的郁气，怎么都疏散不开，闷得他几乎窒息。而另一边，我和我爸已经到了机场。黎建国坐在后机椅上，看着女儿一直低头盯着手机，屏幕上是裴之眼的背影。哲夏，我出神，这么多年你从来没有真正走出来过，对不对？爸，你怎么又问这个？我不是早就告诉你了吗？我早就放下了。你是我女儿，我怎么会不了解你？你和她当年不是故意要分开的，是你妈妈把她上辈子的恩怨强加在了你身上，耽误了你们。他顿了顿，伸手拍了拍我的手。哲夏，感情这东西
从来都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。我的心猛地一颤，手机微信突然亮起，好友申请栏里弹出一条消息：等待候鸟请求添加您为好友。我是裴之眼，我想和那只不归家的候鸟说一句话。我的心脏猛地跳了起来，不受控制的那种。我明明已经注销了手机号，他怎么会找到我的微信？屏幕上的好友申请像一根无形的线，紧紧拽着我的心，进退两难。等待候鸟，难道他真的一直在等我吗？我想点通过，想问问他这些年过得好不好，想告诉他当年的误会，想告诉他去这些年的委屈与思念。可我想起了林薇薇的模样，想起了裴之眼即将举行的婚礼，想起了自己早已下定决心的未来。各位旅客请注意，前往新西兰奥克兰的 MU789次航班即将起飞。广播声打破了我的沉思，我深吸一口气，缓缓关掉手机屏幕，拿起身边的行李。我当初后悔过，但现在做这个决定，我想我不会后悔。我爸看着我故作平静的侧脸，你从小脾气就犟，做了决定就不服输，爸爸说不过你，爸爸只希望你开心。我用力点了点头，我以后都会努力的开心。另一边，裴之眼坐在办公室里，死死地盯着屏幕。这个微信是他好不容易从何晨风那里问到的，他等了很久，从深夜等到黎明，从手术台下来，第一时间就打开手机，可好友申请栏里依旧没有任何动静，没有通过，也没有拒绝。敲门声响起。之眼，你从昨天到现在一口东西都没吃，铁打的身体也熬不住，我给你熬了点汤，你喝点吧。裴之眼没说话。你别忘记了，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。裴之眼抬头看向他，眼底满是愧疚。知道，我现在没有办法。林薇薇忍住想要落下的泪。即使我强硬的命令你跟我开始这场婚姻，你也不会在未来对我有任何想法。我知道，当初是我被家里人逼着嫁给40岁老总的时候，是我求着你假扮我对象应付家里人，是你心肠好答应了我。只是我没想到，沦陷的那个人会是我。对不起。对不起，这么多年，他的心里除了离蛇下没有别人。时，他的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，他立刻打开手机，眼底瞬间燃起一丝光亮。可当他看清消息内容时，那点光亮瞬间熄灭。林薇薇一把抢过他的手机，裴之眼，别搪塞我，你知道我想听的不是对不起。你可以光明正大的拒绝我，也可以假装和我继续这段关系，而不是一味的对不起。我不需要你的对不起。裴之眼看着他泛红的眼眶，心底的愧疚愈发浓烈，可他却什么都说不出来，只能任由沉默将两人包裹。就在这时，接下来插播一则紧急快讯：昨天晚上10点，由本市飞往新西兰奥克兰的 MU789次航班，于今日清晨7点06分在南太平洋海域坠毁。航班上所有人员再无生还消息，具体坠毁原因，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中。裴之眼猛地站起身，死死地盯着电视机屏幕，身体控制不住地发抖。他的动作吓了林薇薇一大跳。裴之眼猛地转头看向林薇薇。新闻说什么？微微诧异了2秒，重复了一遍，又一脸同情开口：飞机坠毁，基本上没有生还可能性。裴之眼如坠冰窟，冰冷的寒意从脚底蔓延至全身，冻得他四肢僵硬。他下意识地冲出病房，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！我还没来得及跟他解释，还没跟他说对不起，怎么可能会出事呢？林薇薇下意识放下手机要追出去，却意外瞥见了手机上的信息，她瞳孔猛地一缩，整个人都愣在原地。等到反应过来，才急匆匆地追出病房，却看见裴之眼摔倒，又艰难地爬起来跑出去，好难看，好令人难受。裴之眼跑出了医院，外面不知何时下起了瓢泼大雨，冰冷的雨水瞬间将他浇透，打湿了他的白大褂。可他浑然不觉，只是等于一遍遍地拨打着那个早已是空号的电话号码。突然间，裴之眼眼前一黑，晕死在了雨中。再次醒来的时候，裴之眼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手上插着输液管，虚弱无力。林薇薇守在他的床边，眼底布满了红血丝，显然是一夜未眠。他一睁开眼睛，就猛地挣扎着要起身。林薇薇连忙按住他：“你现在需要好好休息，你身体亏损的太严重了，医院给你放了2天假。”裴之眼的情绪激动起来：“我要去新西兰！你去了也没有用。为什么？我要去新西兰把他带回来。”林薇薇声音抖了起来：“国家已经证实了，无人生还，而且是国际航班，国家都会处理。你不是他的家属，你没有资格。”一句你不是他的家属，彻底把裴之眼定死在病床上。林薇薇看着他绝望的模样，心底满是愧疚。之眼，其实我也很难受，我对不起他。那天在教堂是我让他走的，我让他走得远远的，再也不要回来。裴之眼的呼吸微微一僵，他没有发火，也没有指责，甚至没有看他一眼，只是沉沉的开口：“我们的婚事取消，你家里那边我会去说清楚，所有的责任都在我。”林薇薇愣住，她宁愿他对自己发火，宁愿他骂自己，她都心甘情愿。可他这样的冷漠，却让他彻底绝望。可无论自己怎么说话，裴之眼都不理自己，他只能离开。病房里再次恢复了死寂。裴之眼一遍遍地刷着关于航班坠毁的新闻，每一条新闻都像一把刀，在他的心上反复切割。只有飞机坠毁，无人生还，还有网友的惋惜。眼泪无声滑落，
他无力地撒开手机，却不小心打开了电话，摁了快捷键出去。嘟嘟嘟，电话接通的声音清晰地在病房里响起。裴之言愣了一下，拿起手机，那是黎蛇夏高中时期的手机号码。他下意识地想挂断电话，可电话却被接通。是问哲夏的事情吗？他爸爸昨天晚上身体不舒服，没上飞机，人现在活得好好的。裴之言的手机啪嗒一声掉在病床上，眼泪再也控制不住，汹涌而出。劫后余生，巨大的喜悦冲上头，他没管电话那头的追问，这个念头像疯长的藤蔓，瞬间占据了他的整个脑海，他什么都顾不上了。裴之言一把扯掉手上的输液管，针头拔出的瞬间，鲜血渗出，可他却浑然不觉。护士听到动静，连忙走进来，想要拦住他。裴医生，你干什么？你还没好，院长嘱咐你好好休息。裴之言拍了拍他的肩，哲夏他还好好活着，我要去见他。裴之言的声音带着几分急切，轻轻推开护士，冲出了医院。哲夏没死。另一边，我安抚着父亲睡下后，轻轻退出了房间。我爸情绪失控很突然，前一秒好好的，结果在上飞机的时候就失控了，喊着要见我妈。机场的工作人员怕出意外，拒绝我们登机，我也没有勉强，带着我爸回了家。回到家后，我爸的情绪渐渐平复了下来，脸上也有了笑意。我看着他的模样才明白，我爸是真的不想离开。或许我当初的决定确实太武断了，我擅自替我爸做了决定，以为新西兰的空气好，适合他养病，却忽略了这里有他放不下的人。我决定暂时在家里留一段时间，好好陪着我爸。小姨，家里没醋了，我去楼下买一瓶。我对着客厅里的小姨喊了一声，推门走了出去。外面的街道依旧熟悉，两旁的梧桐树抽出了新芽，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在地上，斑驳陆离。我心情复杂万分，兜兜转转，我还是没离开这个地方。姑娘，不走啦？这么多年不回来，真是长邻大了。里热心地跟我打招呼，我紧了紧手，笑着点了点头。自从选择当旅拍博主后，我就鲜少与人接触，曾经和裴之眼之间的承诺被我抛之脑后。我看着醋旁边的优酸乳，突然间想起高中时期他陪着我一起买的画面。草莓味的，还有一瓶，给你。我的手落在上面，又很快移开。都过去了，选好醋，我掏出手机扫码支付，却发现手机页面还停留在裴之眼的好友申请界面。我怔怔地看了2秒，退出了界面。他已经要结婚了，他有他的新生活，我也应该彻底放下过去，不要再有任何牵扯。转身走出便利店时，天空突然间下起了细雨，细细密密的落在脸上，带着一丝微凉。雨不是很大，我不想等雨停，抱着醋打算直接跑回家，可我刚走下便利店的台阶，就被一个人猛地抱进了怀里。我下意识地举起手里的醋瓶，想要砸向对方。谁啊？赶紧松开，我要报警了！我的手臂举在半空，却在看清对方脸庞的瞬间彻底僵住了。哲夏，是裴之眼。你没事，终于呢，你真的没事，真好。不过才1天没见，裴之眼像是苍老了好几岁。我愣住了，下意识地问出口：裴之眼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可话音刚落，我就想起了他即将举行的婚礼，想起了林薇薇的模样，连忙用力推开他。裴之言本就浑身虚弱，被我这么一推，踉跄着后退了2步，差点摔倒在地。他的声音哽咽，眼底满是愧疚与心疼。我全都知道了，我知道你当年为什么要跟我分手，知道你当年受了那么严重的事情，知道你这么多年一个人承受了多少委屈。我的心猛地一颤，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遮了一下，手里的醋瓶差点掉在地上。他怎么会知道？我看着他满是愧疚的脸庞，我也不知道，你当年出了车祸，我们之间扯平了。扯不平的，永远都扯不平。裴之眼摇着头，声音里带着无尽的悔恨。他一步步朝着我走近。如果我当年没有去招惹那些混混，如果那天我送你到家门口，如果你出事的时候我在你身边，你就不会一个人承受那么多，就不会被逼着跟我分手，就不会这么多年一直活在痛苦里。他的话像一把重锤，狠狠砸在我的心上，努力压下心底的情绪。裴之眼愣住了。你没错，我也没错，我的声音很轻，我们都没有错，只是命运弄人，只是上天开了一个太大的玩笑。现在这样就是最好的结局。话落，我不再看他，侧身绕开他。可我刚迈出一步，手腕就被裴之眼紧紧抓住了。裴之眼的声音带着几分卑微：别离开我，哲夏，别再离开我好不好？我的心狠狠一动，我用力甩开他的手，我下意识要走，一旁的裴之眼砰的一声砸在地上，晕了过去。我吓了一跳，不敢动他，急忙拨打了医院电话。看着裴之眼被推进急救室，我的心又提了起来，刚转身就撞见了匆匆赶来的林薇薇。林薇薇看到我，先是一愣，然后沉默了几秒，缓缓开口：你没事就好，这下之言也能安心了。我皱了皱眉，没有说话。林薇薇看着我，声音带着几分哽咽：我知道之言心里一直都有你，从来都没有我。他和我在一起只是我求他的，是我让他假扮我的男友，应付家里的逼婚。从始至终他爱的人都只有你一个。我的心又是一颤，心底的情绪愈发复杂。林薇薇说着说着哭了起来。可你竟然还活着，能不能再离他远一点？1个月前的晚上我灌醉了他，我不能没有他，我怀孕了。我的心猛地一紧，
瞬间清醒了几分。我看着林薇薇的模样，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，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。若是以前，我或许会毫不犹豫地答应，可这一次我没有。林薇薇，你应该明白，我和裴之言这么多年没有再相见，就是做好了不再往来的准备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重新介入他的生活，更没有想过要和你争什么。还有，我顿了顿，看着林薇薇，语气里带着几分不忍，也没给她留情面。和一个人在一起，从来都不是求来的。你把自己放得这么低，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一个不爱你的身上，到最后只会伤了自己。你这样只会让我觉得很可怜。说完，我在林薇薇惊愕的表情转身离开。我本来想等裴之言醒过来，可现在看来，现在想想也没什么必要等了。我以为林薇薇是一个很清醒的姑娘，却没想到为了所谓的爱加上了算计，我对她彻底改观了。可我刚走出没几步，林薇薇就追了上来，一把抓住我的手腕。李哲夏，你很得意是吗？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离他而去的这么多年，他的人生过得有多黑暗？无穷无尽的学习，从不与外人交往，是我陪着他走过这几年的。他一改之前的模样，他不能再装作什么都没看见。他没办法，他不能离开裴之言。除了裴之言之外，他再也找不到会令自己心动的男人了。哪怕是他心中没有自己。我轻轻挣开他的手。你没听懂我的意思，我无心跟你争，可这并不代表你就能得到他。你说你怀孕了，可这是你算计来的。就算你能用这个孩子困住他的人，也困不住他的心。说完，我不再停留，转身快步离开了医院。林薇薇僵在原地。回到家里，我爸已经醒了，正坐在客厅里，手里拿着我妈的画像，细细的摩挲着。看到我回来，他放下画像，买个醋，怎么去了这么久？难不成是买到隔壁城市去了？我看着父亲脸上的笑容，心底的阴霾也散去了一些。是啊，醋都买丢了。我爸指了指画像，你瞧你妈年轻的时候多好看啊，笑起来眼里都有光。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我妈年轻时的笑容肆意，眉眼明媚。后来我长大了，她得知自己和裴之言在一起，我妈就变了一个人，满脸的愤懑与忧愁。所以我选择逃离。我犹豫了很久。爸，你为什么这么喜欢我妈？我爸沉默了几秒，大概是年少时喜欢上的人，这辈子都忘不掉。他顿了顿，伸手打开妈妈的相框，拿出一封信递给我。这是你妈妈当初藏起来的东西，是裴之燕给你的。我呼吸猛地一颤，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接过那封信，信纸早已发就发黄，边缘也有些磨损，封面上的字迹连墨水都淡了很多，却依旧清晰可辨。小候鸟收是裴之眼的字迹，那是他高中时的字迹，清俊有力，带着几分少年人的义气。我指尖轻轻拂过那些字迹，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他写下这些字时心底的温柔与期盼。这东西你妈死的时候才告诉我，本来想告诉你的，结果脑子不中用了，刚刚才想起来。我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带着几分愧疚与无奈。你妈藏了13年。你走后，之眼经常来找你，每次都被你妈拦在门外，闭门不见。我当时想联系你，想告诉你这些事情，可你妈每次都把我的手机抢走。那时候你和你妈关系闹得那么僵，我也不敢多说话，怕你们母女俩再吵起来。我紧紧攥着那封信，眼眶泛红。我缓缓地掀开信封，动作轻柔，生怕自己稍一用力就会弄坏这封迟到了13年的信。信纸上的字迹有些潦草，看得出来当年他写下这些字的时候很着急，甚至有好几个字都被泪水晕开了，模糊不清。舌下同学得知分手的消息，我很意外也很难过。我们不是说好了高考结束后一起去填志愿，一起去首都的医科大学，一起救死扶伤，一起走到最后吗？我不相信你会随随便便放弃我们的诺言，不相信你会就这样转身离开我。是不是有什么苦衷？是不是你妈妈不同意我们在一起？还是我哪里做的不好，惹你生气了？哲夏，不管是什么原因，你都告诉我好不好？我们可以一起面对，一起解决，不要一个人扛着，不要把我推开。我会等你，永远都等你，不管你需要多久，不管你在哪里，我都会一直等你，等你回来，等你跟我解释，等你继续我们的约定。如果你收到这封信，就回我一条信息，哪怕只是一个字也好。我联系不上你，很着急很着急。落款是裴之眼的名字，后面的字写得很着急，有好几个字都被泪水晕开了，我看得眼睛通红。这下这件事儿是爸爸妈妈对不起你，过去你发生了不好的事情，爸爸妈妈很愧疚。我擦去想要落下的眼泪，都过去了。我这样在心里告诫自己，本来就过去了，即使知道错过了再多也没有任何意义。我爸却扳正了我的肩，认真地看着我。这下别犯和妈妈曾经一样的糊涂。我一愣，不太理解地看着我爸。我爸语重心长道：感情这种事情根本控制不住，他以为阻拦你和裴之燕就不会想起曾经的人，就像你假装忘记了裴之燕，实际上现在心里都是他吧。我爸的话像一根细针，猝不及防扎进我心里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最终我胡乱搪塞过去：爸，别胡说八道了。我避开他的视线，攥紧了手里的信，信纸的褶皱割得掌心发疼。我现在只关心你的身体，其他的一概不关心。
以后别提他。我爸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没再问。那封迟到了13年的信烫着我的手，我站在原地，心情一团麻。我一遍又一遍告诫自己，不要再和裴之言有任何牵扯，那些错过的、遗憾的都已经过去了，再纠结、再怀念也回不到从前。可心底总有声音在反驳我，我做不到无动于衷。这时，小姨提着一篮子菜从外面进来。阁下，那个裴医生啊，在楼下等着你呢，你咋不去看看？正漏雨呢。小姨的声音瞬间拉回了恍惚的我，我心猛地一跳，下意识的就往门口冲，脚步快得连自己都没察觉。可就在即将跨出家门的那一刻，我又放慢了脚步。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可口袋里那封信捏得更紧。我整理了一下衣角，摆出一副淡然的模样，缓缓打开了门。门外的雨还在下，细细密密的织成一张灰蒙蒙的网，仿佛把整个世界都笼罩在潮湿里。裴之眼就站在楼道口，浑身都被雨打湿了，脸色苍白的像一张纸，嘴唇泛着青，整个人摇摇欲坠。我皱了皱眉。裴医生，你生病了不好好休息，找我有事吗？要是在我家里出事，我可不是医生，救不了你。话一出口，我就后悔了。看着他那副狼狈又虚弱的模样，所有的冷漠和伪装在这一刻显得格外苍白。裴之眼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灼热的吓人。他张了张嘴，声音沙哑的厉害。这么多年，我从未忘记过你。你这次回来，我真的很开心，开心到晚上都睡不着觉，心底那点被压抑了13年的期待，又悄悄冒了出来。可是，一见到你，我就想起你当年的不告而别，想起我等不到你的消息，想起我车祸醒来后再也找不到你的绝望，我就生气，气你狠心，气你把我们的约定全都抛在脑后。可我更想要的是和你在一起。我被他说的哑口无言，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我别过头。裴医生，我不想跟你说这些，如果你是为了这些事来的，那就请你离开。裴之眼愣住了，眼神暗淡下去，像被熄灭的火焰，整个人的气息都变得落寞起来。就在这时，我爸从屋里走了出来。裴医生，有什么事儿进来说，淋着雨做什么？再淋下去，身体该垮了。我还没来得及反驳，叔叔，听说您和哲夏没事儿，我特意带了点东西来看看您。我转头看去，何晨风快步走了过来，脸上带着笑容。可当他看到站在我身边的裴之眼时，明显愣了一下。之眼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裴之眼也愣住了。我站在两人中间，尴尬的手足无措，只能下意识的别过头，避开他们的目光，心里乱糟糟的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一边是我刻意想要避开的过往，一边是小姨极力撮合的人，这样的场面让我浑身不自在。小姨这时也走了出来。小风来了，快进来快进来，外面雨大，别淋着了。哲夏，你这孩子还不把人家小风带进来，愣着做什么？我无奈地叹了口气，点了点头，侧身让何晨风进来。裴之眼站在原地，沉默了片刻，终究还是没再坚持。他主动开口道：叔叔，我还有事儿，就不进去打扰了。裴之眼走到门口时，脚步顿住，他缓缓转身，目光直直地落在我身上。哲夏，我不是逼你，我知道你心里还有顾虑，还有委屈，但我会等你，一直等你，等你愿意放下过去，等你愿意听我说说话，等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他的眼神太过真挚，太过灼热，让我几乎无法直视。我紧紧攥着口袋里的信，强迫自己移开目光。不必了，裴医生，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。他有林薇薇，有即将举行的婚礼，我不能给自己留有任何幻想。有些错过，一旦发生，就再也无法挽回。与其纠缠，不如放手，各自安好。裴之眼没再说话，他转身走进了雨幕里，背影孤绝而落寞，渐渐消失在我的视线里。那一刻，我心里像是被掏空了一块，疼得我几乎无法呼吸。晚上，我正陪着我爸说话，他突然浑身发抖，吓得我瞬间慌了神。到了医院，医生紧急对我爸进行了抢救，我站在抢救室外，心提到了嗓子眼。不一会儿，患者病情突然复发，情况比较危急，需要立刻进行下一步治疗。那立刻治疗啊！之前黎建国同志的病情一直都是裴医生负责的，他对患者的情况最了解。可裴医生最近休假了，我们联系不上他。当然，我们也通知了其他医生，都在赶来的路上。听到裴之眼这3个字，我愣了一下，联系不到。但在我这些日子的观察里，他确实是负责我爸爸病情的人。我没有犹豫。您帮我继续安排医生，我现在就去找他。裴之眼的家离我家也就隔了几公里，不算太远。我一路狂奔跑到裴之眼家楼下，敲了很久的门，都没有人应答。拨打他的电话，也始终无人接听。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就在我准备再敲一次门的时候，门突然开了。林薇薇站在门口，脸色难看。你来做什么？我没时间跟他废话。我爸病情复发，很严重，我需要裴之眼救命，他在哪里？林薇薇语气冰冷。他不在，你另找他人吧，他帮不了。我看着屋里亮着的灯光，隐约能听到里面传来的动静，心里更加着急，也顾不上那么多，一把推开林薇薇，径直冲了进去。可当我冲进客厅，看到眼前的一幕时，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。裴之眼坐在沙发上，手腕上的鲜血正顺着刀刃缓缓流下。要干什么？你疯了吗？我怔了2秒，直接冲了过去，一把夺下他手里的水果刀，扔在地上。裴之眼看到我，眼神恍惚了一下，他的状态很不对劲。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？我什么都没做，你来见我，
我就很开心了，真的。只要能见到你。我沉默了几秒，看着他这副模样，心里又酸又疼。我突然想起之前他在医院病房里拉着我的手，问我当年为什么要分手的时候，也是这样奇怪的状态，眼神混沌。这时林薇薇也跟了进来，看到这一幕，她急忙上前来处理伤口，只是边包扎边流泪。我忍不住问：他到底怎么了？还不都是因为你，李哲夏，全都是因为你！他当年出了车祸，经常情绪就一直不稳定，甚至会出现幻觉，需要吃大量的药物才能稳定情绪。他对芝士西柚过敏，可他偏要吃，每次都吃得浑身过敏，浑身难受。他说那是你爱吃的，他想尝尝，想记住你喜欢的味道。他这几年一直都活在你的阴影里，一边盼着你回来，一边又和你当年的不告而别。他就是在这种矛盾和痛苦里一点点熬过来的。我的心像是被生生撕裂一般，疼得无法呼吸。我伸出手，轻轻抚摸着裴之眼的头。你怎么什么都不说？你怎么这么傻？那件事不怪你啊，真的不怪你，是我不好，是我太懦弱，是我没有勇气告诉你真相。或许是太累了，或许是听到了我的声音，裴之眼靠在我的怀里，陷入了沉睡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医院打来的。电话那头，医生的语气平稳了很多。李小姐，新的医生来了，你放心，你父亲的病情已经好转稳定下来了。挂了电话，小姨也发来消息，蛇夏这么晚了，你别来回跑医院了，不安全。我在医院陪着你爸呢，你放心吧。回了小姨，我没有离开，而是坐在裴之眼的身边，静静地守着他，看着他手腕上的伤口，我心里满是愧疚和心疼。夜深了，裴之眼在睡梦中不停地说着梦话。我没能保护好你，我好想回到过去。他的梦话像一把钝刀，在我的心上反复切割。我伸出手，轻轻抚摸着他的脸颊，在心里默默说道：对不起，是我来晚，是我让你等太久太久。这时林薇薇走来，拍了拍我的肩膀。我有事告诉你，我们出去说吧。我跟着林薇薇走到了阳台，外面的雨已经停了，夜空里挂着几颗微弱的星星，晚风一吹，带着几分凉意，让我混乱的思绪稍稍清醒了一些。林薇薇靠在阳台的栏杆上，沉默了很久。我跟之眼是在大学的时候认识的，那时候他整个人都很沉默，不说话，也不跟人交往，每天除了上课就是泡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。我呼吸一颤，我从未想象过这样的裴之眼。我花了好久才让他愿意跟我多说几句话，可这一切是因为一句话。我抬眸，什么话？我以后也要救死扶伤，做一名优秀的医生。我眼神微微颤抖，那是我经常和裴之眼说的话。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第一次主动跟我说了很多话。毕业后，我被家里人逼着相亲，对方是一个40多岁的老总，我不愿意。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我求了之眼，他心软了，答应了我。那几年，我一直陪在他身边，看着他一点点熬过来。看着他为了忘记你，拼命的学习，拼命的工作。曾经有一次，他连续3天3夜没有休息，做完一台长达10几个小时的手术后，直接晕倒在了手术室里，抢救了很久才醒过来。医生说他是过度劳累，加上情绪长期压抑，才会变成。林薇薇的话一字一句都像重锤，狠狠砸在我的心上，让我心一颤，眼泪又一次涌了上来。他为了我承受了这么多我从未想象过的痛苦，我一直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在承受委屈和遗憾，却没想到他比我更苦，比我更煎熬。他跟我说过你的存在，说你是他这辈子唯一爱过的人，说他会一直等你，等你回来。林薇薇转过头看着我，眼底满是苦涩，那些被我刻意遗忘的记忆又一次涌上心头。林薇薇看着我，苦笑了一声。我何尝不想跟这样好的人结婚，可我心里清楚，他心里没有我。我们之间的结局从一开始就注定好了，我只是不甘心，不甘心自己陪了他这么多年，却还是没能走进他的心里。爱一个人不是占有，而是希望他能过得更好。林薇薇的语气里只剩下释然，而且他从来都没有打算跟我结婚。我愣住了。那你们还拍了婚纱照，还说要举办婚礼。林薇薇摇了摇头，那都是他演的戏，是演给你看的，也是演给他自己看的。微微的声音带着几分自嘲。还有，我之前跟你说我怀孕了，那也是假的。我别过头，看着远处的夜空，眼泪无声的滑落。我忍不住跟林薇薇说起了我的过去。林薇薇静静的听着，语气中带着几分心疼。我现在总算是明白了，为什么老天爷不让我和他在一起。你们这对苦命的鸳鸯，经历了这么多，错过了这么多年，承受了这么多的委屈和痛苦，你们应该在一起。我扯了抹笑容，这一刻我竟然说不出反驳的话，那些一直困扰着我的顾虑，在这一刻仿佛都烟消云散了。我想我心里已经有决定了。我重新回到了客厅，裴之眼还在睡，我走到他身边，静静地看着他那张满是黑眼圈的脸，舍不得移开眼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刻意回避着他，可当我真正再次靠近他，才发现他早已深深烙印在我的心底。我伸出手，轻轻摸了摸他还在发烧的额头，指尖传来滚烫的温度。裴之言，你怎么这么傻？你为什么要这么自己？忽然，裴之眼翻了个身，手下意识地伸了过来，握住了我另一只手。你更傻。他的声音很轻，我一怔，看向他，他抚摸着我手腕上那道凸起的疤痕。当年受了那么大的委屈，
是不是很疼？做放弃我的决定是不是很难？我今天是觉得，没有你，我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。我想尝试着放弃，想尝试着忘记你，可我发现我怎么都下不去手，因为你还在这里，因为我舍不得离开你，舍不得放弃我们之间的一切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为什么要一个人扛着所有的委屈和痛苦？是怕我嫌弃你吗？是怕我会因为那件事就不爱你了？裴之眼的声音让我感觉崩溃，他的手烫热了我的心，也烫热了我心里那些被压抑了13年的委屈和思念。我再也忍不住哭了出来，我摇了摇头，声音哽咽。那个时候还小，觉得那是天大的事情，觉得自己不干净了，觉得自己配不上你，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，所以不想打扰你，不想让你因为我受到别人的非议，不想让你跟着我一起承受那些痛苦。裴之眼哽咽着把我搂进怀里。你怎么会配不上我？在我心里，你永远都是那个干净、善良、明媚的李哲夏，永远都是我放在心尖上疼的人。我靠在他的怀里，听着他有力的心跳，感受着他滚烫的体温，心里的委屈和痛苦，在这一刻终于有了宣泄的出口。你比我更傻，我们都傻，所以我们错过了这么多年，浪费了这么多年。裴之眼握紧我的手，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我，从来都没有放下过我。从你回到这座城市，走进医院，第一眼看到我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有我。李哲夏，我那么了解你，怎么看不出来你有苦衷？怎么看不出来你心里的委屈和思念？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，只能靠在他的怀里，把这些年的委屈、遗憾、思念全都哭了出来。裴之眼就这样紧紧地抱着我。裴之眼，你说这么多，就是想让我和你重新开始吧？我告诉你，可没那么容易。裴之眼看着我，眼底瞬间染上了笑意。那是当然，我知道我欠你的太多太多，我不会奢求你立刻原谅我，我会一点点弥补你，一点点打动你，不管多久，我都愿意等。我看着他真挚的眼神，表现不好，我还是不会原谅你的。裴之眼点了点头，用力握住我的手。我会的，一定会的，我不会再让你失望，不会再让你受任何委屈。那天半夜，裴之眼又睡着了，睡得很沉，眉头也舒展了开来。我静静地守在他身边，看了他很久，直到天快亮的时候，才悄悄起身离开了他家。我知道我需要一点时间整理自己的思绪，也需要一点时间适应我们之间的变化。走出裴之眼家，林薇薇还没有走，她坐在楼下的长椅上，显然是在这里坐了一夜。看到我出来，林薇薇站起身，走到我面前，脸上带着一丝疲惫。你要走了？我点了点头，轻声说道：谢谢你。不用谢。林薇薇摇了摇头，从包里拿出一本笔记本。这个东西应该是写给你的，当年你回来了，却没有联系他，他一气之下就把这本日记丢了，我觉得可惜，就偷偷捡了回来，一直保存到现在。我伸出手，小心翼翼地接过日记本，日记本的封面已经有些磨损。我打算彻底离开这座小城了，只有离开这里，我才能真正找到自己。回到家里，我小心翼翼地翻开了那本日记，日记的第一页写着一行字：致我的小候鸟，致我这辈子唯一的挚爱，离蛇夏。日记里记录很多。9年前的某一天，他写道：今天看到蛇夏的新视频，他去了大理，去了蝴蝶泉。我想我很想和他再去一次。读大学的时候，他写好几次都熬不下去了，想过放弃，想过去找他，可我又怕他不想见我，怕他已经有了新的生活，怕我打扰到他。直到看到他的视频，看到他好好的，我就有了撑下去的动力。我默默地看了一夜，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把日记合上。那一刻，我心里所有的顾虑和犹豫都彻底消失了。2天后，裴之眼的身体恢复了，他第一时间去医院给我爸做了最后的检查。检查结束后，放心吧，叔叔的病情控制的还可以，就是怕复发。以后我会经常来家里打扰，给叔叔做检查，顺便看看你。我假意反驳：胡说八道什么？谁要你来看我？你好好给我爸做检查就好。我爸坐在病床上，看着我们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在医院的这几天，我每天都会收到一束花，都是裴之眼送的，有时候是我喜欢的向日葵，有时候是洁白的百合。1个月后，我爸康复出院了。出院那天，我准备了一桌子饭菜，邀请裴之眼来家里吃饭。这是我第一次主动邀请他来家里，也是我第一次在所有人面前坦然面对我们之间的感情。饭后，我爸和小姨坐在客厅里聊天，我拉着裴之眼走到了阳台。夕阳西下，金色的阳光洒在我们身上，远处的天空被染成了淡淡的橘红色，格外好看。我拿出那封迟到了13年的信和手机。裴之眼，你的信和短信我都收到了，很晚，晚了13年，但我还是看到。我曾经以为我们之间再也没有可能了，裴之眼，我不想再错过，也不想再让你等了。我想和你重新开始，想和你一起完成我们当年的约定。裴之眼轻轻握住我的手，我等这一天等了13年，他抹撒着我手腕上的疤痕。整整13年。半年后，我依旧做着我喜欢的旅拍博主，
只是身边多了一个陪伴我的人。裴之言会在休假的时候陪我去各地拍摄，镜头里既有绝美的风景，也有我们彼此的身影。每一张照片都记录着我们的温柔和幸福。我们一起回到了高中母校，进了当年的教室，阳光透过梧桐树的枝叶洒在我们身上，斑驳陆离，一如13年前的那个盛夏。蝉鸣聒噪，阳光正好，我们还是当年的我们，却又不是当年的我们。我靠在裴之眼的肩上，看着窗外的梧桐树，嘴角扬起一抹温柔的笑容。裴医生，以后请多指教。裴之眼握紧我的手，转头在我的额头上印下一个温柔的吻。离多住，余生请多包涵。风轻轻吹过，带着梧桐树的清香，也带着我们之间迟到了13年的温柔与圆满。